Podcasting by Crystal 啊！我會喺呢個頻道分享我喺奧地利嘅生活，同埋我去唔同地方旅行嘅點滴喎。我今日咧首先就想同大家分享點解我會嚟到奧地利呢個咁偏門嘅地區啦。咁其實我就喺2019年底咧決定離開香港嘅。基本上我係從來冇諗過自己會離開香港啦，會移民嘅。咁所以當其時諗住離開嘅時候咧，都好彷徨㗎。呢個世界咁大，其實我可以去邊呢？咁當其時就用排除法啦。第一咧，我係好想走。第二咧，我冇乜錢，所以咧我就將一啲要等好耐同埋要用好多錢先可以移民嘅地方咧就撇除咗，例如好似美國啊、加拿大啊、澳洲啊、英國咁樣。當其時英國就冇 BNO 呢個 option 啦，咁所以就冇喺我考慮之內。而跟住我會諗嘅咧就係呢個國家嘅學制啦，同埋佢之後嘅工作環境。因為其實講真，移民咧主要都係為咗我兩個女嘅。咁我自己都40幾50歲啦，但係又有一份幾好嘅工作。如果我唔理咁多喺香港返工放工吃喝玩樂，其實都幾好㗎。要去到一個新嘅地方重新適應，其實都幾難嘅。咁因為我兩個女都比較中意藝術啦，咁所以咧就鎖定咗歐洲呢個地方啦。咁我鎖定咗歐洲之後咧，都睇咗好多資料啦，同埋參加咗啲講座嘅。咁就發現咗奧地利呢個地方，一來呢度咧風景真係好靚。如果一個畫家佢係未真實見過冬天嘅雪景啦，或者係秋天嘅黃葉，佢根本咧就好難真係畫到栩栩如生嘅。另外咧就睇翻呢度嘅學制啦，呢度係4年小學，跟住4年初中，到咗14歲完成咗初中之後咧，可以根據自己嘅興趣去選擇你嘅高中。好似我大女咁啦，佢之後都會去考一啲藝術嘅高中㗎。其實咧我就好 buy 呢一套嘅，因為咧喺越早去分流，當你個小朋友係有自己興趣嘅時候，佢就可以慳翻好多時間啦。就因為咁咧，我就決定用奧地利呢個配額移民嘅計劃咧，就嚟到呢度。呢個奧地利配額移民最重要考慮嘅一點咧，就係你嚟到呢度嘅頭5年咧，係唔可以做嘢㗎。咁就要諗下自己儲蓄可唔可以支撐到啦。我當其時就會諗啦，如果我喺香港繼續住嘅話，其實我女讀緊國際學校，每個月都要8、9千嘅學費，遲多2年仲要萬幾蚊，之後仲可能要去外國讀書。其實呢一筆都係唔少嘅費用。但係我嚟到奧地利之後呢，小朋友政府資助啦，而呢度嘅學校又唔收錢，大學都唔收錢嘅喎。就算係私立嘅大學，佢嘅學費都係好平嘅，慳翻呢一啲學費，我覺得其實都有數啊。而另一個要考慮嘅就係5年之後，如果要入籍呢，就要考到德文嘅 B2 啦。其實德文都幾難㗎，尤其是對我啲老人家啦。如果5年之後考唔到呢，咁就當然冇得入籍啦，但係都可以繼續有呢個居留權嘅，咁直至考到為止啦。咁今日呢，就分享到呢度。如果大家對於奧地利嘅生活或者係移民嘅方法呢，有咩問題嘅話呢，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㗎。拜拜。